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荣耀这1-2年产品是越来越智能了啊，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，都能整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货。看完这个手机，我更有这种感觉了。Magic V2 是我最近看到的最特别的折叠屏手机。这台机子薄是真的很薄啊，可以这么说，甚至比某些直屏旗舰手感还好。这是因为它的厚度直接做到了，卖个关子，我先不说。这次它硬件本身确实做得很极致，但是印象更深的还得是系统，它是真的好用，很符合直觉。比如说这个全局批注，说白了，很简单的一个截图加批注，但人家可以这样放大再批注，而且这个互触动画够不够有上学半年？分屏小窗的逻辑更是感觉已经集大成了，超级合理。小横条做了系统级，所有应用都可以用它分屏。小窗，学会一次在哪儿都能用，往边上一拖就是分屏，居中一点就是小窗。想一步到位，也可以叠小横条来调整，这样更加直观。要是嫌小窗还是太大，往上边一挂就是小窗；还嫌碍事儿，再拖一下就是小球。暂时用不到的软件都可以挂着，不用了就可以拖出来删掉。分屏也很好用，竖着分、横着分、按着分都可以，动画贼流畅。调节分屏比例的时候，完美居中，还会有个震动的反馈提醒。点这里就可以调节分屏的方向。视频播放的时候，竖屏分屏也能全屏，转下方向能够铺满屏幕，合理。想要边等游戏加载边看视频也可以啊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意义结合。就这啊，还不是最好玩的？看看这是啥？同屏打游戏，混着玩也行啊。要是能反方向分屏，那可就真成了分享同乐了。不过这样分屏倒是也能玩，这才叫双排，连视野都共享了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分屏就能实现的。介绍一下这个玩法背后的平行空间，它是真的平行空间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系统空间。先别急着捏鼻子熬，这跟其他手机的隐私空间完全不一样。首先，里面的应用相当于是被复制的一份，可以在正常的系统和平行空间同时独立存在，甚至数据都是不互通的，所以我才可以双开王者啊这些。那它好用吗？还记得刚刚聊的小窗和分屏手势吗？平行空间也可以用，就这样挂起来，再配合平行空间里面复制出来的应用，那些不只是应用分身的软件，也能用这个办法强行分身，从系统里面导图片啊、文件什么的进平行空间，配合分屏和小窗，超级方便。其实光看名字也能看得出来，荣耀对这个空间的理解不再是往里面随便藏点图啊什么的隐私空间，而是真正的像虚拟机一样独立隔离出来的一个平行空间。至于怎么用，还有什么玩法，那就看大家的想象力了。光软件成熟可能还不够，硬件也能让人感受到折叠屏的进步。我手里的这台是金色，后盖在光线下颜色会往暖黄渐变，镜头边边还有那种闪闪的小亮片，你们感觉这颜值咋样？再看看至臻版的中框，有种几何的美，一眼至臻。话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荣耀的镜头好像是手机上面又叠了一台 mini 的手机，还是双曲面的那种？ Magic V2 抓起来呢实在是太轻了，一看231克，简直过分，和小米13 Ultra 比一下哦。虽然我一直觉得啊，之后的折叠屏手机肯定会越做越薄的，但这也太夸张了，这下真要跟硬币比厚度了。C 口已经有一部分延伸到背板上了，这样折腾下去，难道折叠屏的未来只能无线充电？它这个电池啊，更是重量级，不对，应该是说轻量级。据说只有2毫米多的厚度，小伙伴们可能没有什么概念。这是一张 Switch 卡带，3毫米多。啊，刀片电池也就图一乐，这才叫真刀片。这玩意儿还有5000毫安时，离谱！青海湖再这么迭代下去，荣耀以后要不干脆整点青海湖充电宝？这么薄的充电宝，它不爽吗？你看一下它这个指纹是怎么录的啊？他说要左右滑动手指，这个边边真的太薄了，所以说它这个模子只有这么一点点。你要是一块一块的去录，都不知道录到什么时候去了。所以说啊，你得滑着录。要想轻薄，那肯定得在铰链上面做减法。但铰链这东西不仅仅是重量，折叠屏手机的质感、悬停的一些功能，甚至是寿命，都是由它来决定的。肯定也得聊聊 Magic V2 的铰链，目前是比较扎实的手感，不会有嘎嘣嘎嘣的声音，折痕是那种比较轻浅的。
我在 Magic VR 上还有一种感觉，荣耀想要做一台能展开的手机，而不是能折叠的平板。单纯作为手机的话，我觉得这外屏可真的太好玩了。外屏跟内屏一样是120赫兹，也都有3840赫兹的超高频 PWM 调光，而且注意到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，这是20:9的比例。要知道，其他横向折叠屏的外屏大多是21:9，Magic VR 拿在手上，这个观感看起来跟普通手机差不多，尺寸比一般直板手机小一点，拿在手上也不会有其他折叠屏手机太长坠手的那种感觉。展开来以后，竖向矮一点点，横向和其他折叠屏倒是没啥区别，不会影响这样看视频的尺寸，让外屏更实用。荣耀肯定也是这样想的，你看它这外屏居然也可以用手写笔，这个太好玩了，在平板上用笔都见过，手机上用手写笔那确实少。如果你有用过其他平板的话，那你对这个手写笔的逻辑应该不会陌生。延迟我试了一下，不管是第三方还是荣耀自带的原生笔记，虽然有一点算法介入的痕迹，但总归是高度可用了。内外屏的手写手感还挺一致的，哪怕是轻轻的笔触也能被识别到。Magic VR 上还有很多很面熟的小功能，气息唤醒不需要唤醒词，直接说需求。全局收藏跟小红书简直是绝配。存视频自动识别视频区域，比录屏不知道好用多少倍了。还有它的助眠显示，也不像一般的那种护眼模式，直接滑成油蝴蝶，而是在4小时里以人眼难以感知的速度降低蓝光。还有什么防偷听的听筒啦，增强信号的芯片，超高频的 PWM 调光，包括上面说的那些，都不是这一代才出现的技术，而是荣耀直板折叠的旗舰使用过，然后传承下来的。像全局收藏是在几代荣耀旗舰甚至平板上不断改进过的，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好用的程度了。哪怕是外观的设计，都是有变化也有传承。这种用户使用习惯上的粘性，很能让人感受到荣耀的雄心。包括其他产品线，不管是平板、电视，还有手表这样的穿戴设备，荣耀都是从很早开始布局的。比如这一次一起发布的荣耀手表4，抛开特立独行的外观不谈，还是很特别的。一个 eSIM 可以收到手机上2张卡的电话短信，续航据说可以整到差不多10天，可以。总的来说呢，荣耀既然已经独立出来了，就要用自己的产品去面对所有其他对手的比较，光靠5G肯定是不够的。Magic VR 不可能是折叠屏手机的终极答案，但它的确站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点上，厚度和重量面对直板旗舰已经不再是差不多，而是有优势。就像我在前面说的，一台能展开的手机，而不是会折叠的平板，克服了短板的折叠屏，有希望变成手机市场的一个增长点。荣耀的软件系统目前看来不拖后腿，新功能不是凑卖点，而是会在不同形态的旗舰上做演进和迭代。这样的势头只要保持下去，我对荣耀接下来的产品还会有更多的期待。OK，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